睡前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人生能被撕裂成多少种样子？7岁那年，塔拉·韦斯特福站在爱达荷州巴克峰下，一座废弃的红色火车车厢顶上，风卷着麦田的麦浪扑过来，远处的印第安公主山峰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那是父亲口中春天会带着野牛归来的山神。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山谷，那里是他全部的世界，一个没有出生证明，没有上学记录，没有医疗档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公立学校是光明会为了洗脑孩子设下的阴谋，医院是撒旦的领地，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父亲带着7个孩子，把桃子煮烂装进罐头，把汽油一桶桶埋进地下，把弹药一箱箱锁进地窖，等着太阳熄灭，血月升起的那一天。塔拉最强烈的记忆甚至不是一段真实发生的事，而是父亲一遍遍讲述的卢比山事件。他说政府围困了一户人家，小男孩溜出去打猎被开枪打死，母亲抱着婴儿冲到窗前，又是一声枪响。这个画面在他脑子里盘旋了10几年，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恐惧底色。山下的奶奶总说这家人疯了，他一次次敲开家门，骂父亲毁了孩子的人生，偷偷问塔拉要不要跟他去镇上上学。塔拉整夜地睡不着，想象着自己坐上奶奶的车，被父亲发现后暴怒的样子，最终还是缩在了自己的小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确定，父亲说他是9月27号生的，母亲说是29号。直到9岁，他才拿到一张延期的出生证明，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模糊的被官方承认的身份。他从没想过17年后自己会站在剑桥大学的哥特式尖顶下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也没想过自己会和生养他的家庭彻底决裂，被最亲的人称作被撒旦附身的人。很多人把这个故事当成寒门逆袭的励志爽文，说一个大山里的女孩靠读书改变了命运。但只有真正读完这个故事的人才会明白，塔拉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向上攀爬的励志旅程，而是一场漫长、痛苦、反复撕裂又艰难重建的自我救赎。他要对抗的从来不是贫穷和无知，而是用爱和信仰包裹起来的控制、暴力，和一整个被父亲编织出来的密不透风的虚假世界。当你从小被灌输的一切就是你认知世界的全部坐标，你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打碎这个坐标？当你的家人用爱绑架你，用信仰规训你，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飞出这座困住你的山？塔拉的童年是被父亲的规则严丝合缝包裹起来的。7个孩子里4个没有正式的出生证明，他们在家出生，在家长大，从未踏进校园一步，也几乎从未走进过医院。父亲说，我只有7岁，但我懂得相比其他任何事，最令我们家与众不同的是这个事实：我们不去上学。在他的世界观里，送孩子去公立学校就等于把他们亲手交给光明会，让他们被世俗的谎言洗脑，最终背离上帝。为了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父亲带着全家做着永无止境的准备。夏天把农场里的桃子煮烂，装进玻璃罐密封起来，堆满了整个地下室。冬天就去废料厂拆解报废的汽车、卡车，把能用的零件卖钱，换来的钱一部分买了弹药，一部分换成了汽油，一桶桶埋进山里，等着末日降临的那天能带着全家逃离。他甚至因为以赛亚书里一句他必吃奶油与蜂蜜，清掉了家里所有的奶制品，一口气购入了50加仑的蜂蜜，说这是上帝的启示。父亲口中的印第安公主是这座山的灵魂。他说春天的时候，公主会出现在山谷里，带着消失的野牛群归来。
塔拉无数次站在红色火车车厢上，望着远处的山峰，试图找到公主的影子，但他找到的只有父亲用恐惧织就的网。卢比山事件被他翻来覆去地讲，每讲一次，细节就更夸张一分，政府的残暴就更具体一分。塔拉的记忆里满是蟋蟀的叫声、枪响，母亲抱着婴儿倒下的画面。可他后来才知道，这段他以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来都不是他亲眼所见，只是父亲一遍遍灌输给他的想象。山下的奶奶是这个封闭世界里唯一的裂缝，他和父亲斗了一辈子，他看不惯儿子的偏执，更心疼几个被关在山里的孩子。他冰箱里永远塞满了父亲禁止的牛奶和冰淇淋，会偷偷把塔拉叫到家里，给他吃玉米片和牛奶，跟他说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无数次提出要带塔拉去镇上上学，塔拉心动过，却最终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他害怕父亲的暴怒，更害怕父亲说的离开这座山就会被世界吞噬，再也得不到上帝的庇护。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你从小被告诉的一切构成了你认识世界的全部坐标，你不知道这些坐标是错的，因为你从未走出去看过。塔拉对卢比山事件的记忆从一开始就不是事实，而是父亲用恐惧编织的想象。这颗种子在10几年后会彻底颠覆他对整个家庭的认知。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生日是模糊的，身份是模糊的，对世界的认知更是模糊的。他就像长在悬崖边的草，根扎在父亲给的土壤里，却隐隐约约能听到悬崖下另一个世界的风声。这就是塔拉的起点，一座被恐惧和信仰焊死的大山，一个不存在的身份，一段被想象出来的枪声记忆。但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母亲的力量正在悄然生长。在父亲的规则里，母亲本该是温顺的、顺从的，是他信仰的追随者，是家里的贤妻良母。但塔拉的母亲法耶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依附丈夫的女人。母亲成为助产士，是从给朱迪当助手开始的。朱迪长着一头长发，下巴上有一颗疣，是方圆100英里内唯一敢在家接生的人。母亲第一次协助接生，就遇上了产妇严重撕裂、大出血，刚出生的婴儿浑身发紫，几乎没了呼吸。她浑身发抖，跟父亲说：“我做不到。”可父亲把胳膊搭在她肩上，说这是上帝的召唤。后来朱迪搬去了怀俄明州，母亲变成了山谷里唯一的助产士。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她接生，她的名声越传越远。助产士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母亲。塔拉说，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毋庸置疑地成为掌控局面的那个人。从前的她化个妆都要跟丈夫道歉，说话永远轻声细语，生怕惹丈夫不快。可成为助产士后，她不再化妆，不再道歉，说话掷地有声，面对紧急情况时冷静得可怕。她用接生赚来的钱给家里装了第一部电话，买了氧气罐，学着给产妇缝合伤口，一点点搭建起了自己的草药事业。塔拉9岁那年，哥哥卢克想考驾照，需要出生证明，母亲这才开始给孩子们补办。塔拉的生日却怎么都确定不下来，父亲记得是27号，母亲说是29号，奶奶给出的又是另一个日子。折腾了好久，塔拉才拿到那张迟到的延期出生证明。母亲原本是城里外婆最疼爱的小女儿，外婆一辈子追求体面，给女儿做华达尼的裙子，送她去读好学校。怎么也没想到，女儿最终会跟着一个偏执的男人住进山里的破房子，成了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助产士。可母亲还是选了这条路，她厌倦了城里的体面，厌倦了被规训的人生。她以为在山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可这份自由在一场惨烈的车祸里碎得一干二净。那天，
哥哥泰勒开着家里的旅行车，带着全家从亚利桑那州回来。他开了整整1天的车，困得睁不开眼，最终在高速上睡着了。车子猛地冲出公路，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和拖拉机，整个车头撞得稀烂。母亲坐在副驾驶，整张脸撞得面目全非，眼睛周围肿得发黑，成了浣熊眼，伤得极重。可父亲坚决不肯叫救护车，不肯送母亲去医院，就把她带回了山里，用草药和顺势疗法给她治疗。车祸后的母亲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她的记忆力严重衰退，眼睛留下了永久的损伤，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怯懦，越来越依附丈夫。泰勒则被彻底困在了这场车祸里。塔拉说，他紧紧抓住那一刻，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他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这份内疚在他心里埋了很多年。奶奶给塔拉讲过一个阿帕奇女人的传说，勇士坠崖而死，他的妻子在悬崖边痛哭，眼泪落到石头上，变成了黑曜石。故事里说，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读到这里，我真的很心疼母亲。她从化妆都要道歉，到不再化妆，这是她第一次获得权力感。可一场车祸又让她失去了这份力量。她以为自己选了一条反抗世俗的路，可最终还是被困在了丈夫的规则里。塔拉在日记里写，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我们人生里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意外，就像一粒粒沙子，看似微不足道，却最终会堆叠成我们命运的岩石。这场车祸就是这个家庭第一块松动的岩石，它撕开了这个家看似坚固的外壳，露出了里面早已存在的裂痕。车祸是这个家庭第一次明显的裂痕，母亲的身体和记忆再也没能完全恢复，泰勒被内疚彻底吞噬，而接下来，第一个真正飞走的人即将出现。泰勒决定去上大学。在韦斯特福家的7个孩子里，泰勒是最特别的一个。他天生口吃，性格安静，不爱去废料厂干活，不爱跟兄弟们打闹，最大的爱好就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把唱片放进唱片机，听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他会把自己的铅笔屑小心翼翼地分类收起来，会把书按类别整整齐齐地摆在书架上。在这个乱糟糟、永远充斥着噪音和暴力的家里，他的房间是唯一一片安静的角落。塔拉小时候最常做的事就是躺在泰勒书桌旁的地板上，陪着他听唱诗班的音乐。他听不懂那些旋律，却能在音乐里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泰勒是第一个给他打开门缝，让他看到外面世界的人。所以当泰勒跟全家宣布他要去上大学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说大学是给蠢笨的人开设的，是光明会的洗脑场所，去了那里就等于背离了上帝，背离了这个家。可平时温顺，连跟人说话都会口吃的泰勒，这次却异常坚定。他说他要去犹他州上大学，谁也拦不住。塔拉那时候不懂泰勒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他看着哥哥收拾行李，看着他跟父亲争吵，看着他脸上那种决绝的神情，只觉得他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是那些从唱片里流出来的旋律，让他知道山外面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泰勒离开的那天，塔拉从红色火车车厢上下来，藏在一个铁罐后面。
泰勒的车沿着土路慢慢开过来，他从铁罐后面跳出来。泰勒停下车，从驾驶座上下来，紧紧抱住了他，脸贴着脸，尘土落在他们的衣服上。他什么都没说，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泰勒走了，家里的劳动力少了一个，父亲逼着剩下的孩子没日没夜地在废料厂干活。塔拉的噩梦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父亲让他去拆解报废的汽车，让他操作危险的切割机，让他从装载机上往下跳，完全不顾他的安全。他被沉重的钢瓶打中肚子，被尖锐的铁皮刺穿了腿，从装载机上摔下来，摔得浑身是伤。可每次父亲都只会笑着说，上帝和他的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守护呢，说他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神迹。最可怕的一次是哥哥卢克的意外。卢克在废料厂干活时，牛仔裤被汽油浸透，不小心被火花点燃，整条腿瞬间被大火吞噬。他疼得在地上打滚。10岁的塔拉看着哥哥烧得焦黑的腿，吓得浑身发抖，只能把他拖进家门口的垃圾箱里，用里面的冰水给他降温。父亲回来后依旧不肯送卢克去医院，就让母亲用草药和紫草膏给他治伤，任由他躺在床上承受着烧伤的剧痛。关于这次事故，家里每个人的记忆都完全不一样。塔拉的记忆里，父亲当时根本不在场，是他和理查德救了卢克。可卢克的记忆里，是父亲把他抱回了家，给他做了急救。理查德的记忆又和他们俩都不一样。塔拉后来才明白，原来同一个事件，在场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记忆。原来真相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这次记忆的分歧，为10几年后他和家人关于暴力、关于真相的对峙埋下了最深的伏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塔拉第一次跟父亲说，我想去上学。父亲只是冷冷地给他讲了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说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为了世俗的教育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可塔拉没有放弃，他开始跟着泰勒学三角学。母亲教不了他的数学题，父亲能一眼看出答案，却不肯教他解题的过程。只有泰勒会在电话里一点点耐心地教他。他还在教堂里唱诗，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演唱结束后，父亲坐在第1排，骄傲地跟所有人说，我们受神眷顾，非常有福。那是塔拉第一次从父亲眼里看到真切的骄傲。泰勒走了，卢克活下来了，塔拉开始唱歌，开始偷偷学习。父亲的骄傲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认可的快乐。但接下来回家的那个人将彻底改变塔拉的生活。肖恩回来了。千禧年到来的那天，父亲守在电视机前，等着世界末日降临，等着电网瘫痪，城市陷入黑暗。可0点的钟声敲响，电视里的节目还在播放，灯还亮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父亲愣了很久，最终只说了一句，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肖恩回到了巴克峰。他17岁就离家出走，在外面混日子。镇上到处都是关于他的传言，说他是个恶霸，说他随身带枪，说他跟人打架下手很辣。塔拉对这个哥哥一直是又怕又陌生。可肖恩刚回家，就给了塔拉一个巨大的惊喜。塔拉因为一次意外，脖子扭了，疼得动不了，找母亲用精油揉了很久都没用。肖恩看着他疼得龇牙咧嘴，突然伸手抓住他的下巴，猛地一拽，只听咔嚓一声，塔拉的脖子瞬间就不疼了。也就是在那一刻，塔拉在肖恩身上看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守护者。接下来的日子里，肖恩确实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爷爷有一匹叫巴德的野马，性子烈得没人能驯服。肖恩花了几天时间，一点点把巴德训得服服帖帖。
有一次，塔拉骑着巴德去山上，巴德突然受惊，带着他疯了一样往山下冲。是肖恩骑着一匹还没驯服的母马，疯了一样追上来，把他从失控的巴德身上救了下来。那一刻，塔拉真的以为肖恩是他的保护神。可他不知道，温柔和暴力从来都是肖恩身上一体两面的东西。塔拉第一次看清肖恩的另一面，是在他和赛迪的相处里。赛迪长着一双鱼眼睛，总是怯生生的。肖恩对他有着近乎病态的控制欲，他会故意让赛迪开车20分钟给他买一根士力架，等赛迪气喘吁吁地把士力架递到他手里，他又会说自己不想吃了，让他再开车送回去。他一遍遍用这种方式测试赛迪的服从度，看着他被自己耍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塔拉那时候只觉得肖恩对赛迪太苛刻了，却从没想过这份控制和暴力很快就会落到自己身上。那天家里来了客人，塔拉在厨房忙活，肖恩让他给倒杯水，塔拉拒绝了。就因为这一句话，肖恩突然暴怒，一把抓住塔拉的头发，把他从厨房拖进了卫生间，将他的头狠狠按进了马桶里。他用膝盖夹住他的胳膊，用前臂勒住他的气管，逼着他道歉。塔拉的脸贴在冰冷的马桶水里，喘不过气，只能哭着说自己错了。1个小时后，肖恩敲开了他的房门，跟他道歉，说自己只是闹着玩，不知道会伤到他。塔拉看着他愧疚的样子，在日记里写：我原谅他了。可他心里清楚，其实我没有。他跟自己说，他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他的影响。我们有多少人在被伤害后都用没事的，这没什么大不了来说服自己。我们以为否认伤害就能让伤害消失，却不知道当你告诉自己他没有影响我的时候，他已经刻进了你的骨头里。塔拉用原谅和不在意来保护自己，却不知道这种自我欺骗只会让暴力的循环一次次重演。肖恩的温柔和暴力就像一个死循环，他会在山上拼了命救他，也会因为一句不顺心的话把他的头按进马桶。他会耐心地教他驯马，也会在暴怒的时候骂他是贱人、妓女。塔拉在这个循环里越陷越深，他一边害怕肖恩，一边又依赖着他的保护。他不断地重写自己的记忆，把暴力美化成玩笑，把伤害说成是自己的错。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顺从，只要自己假装一切都没发生，事情就会变好。可他不知道，暴力只会得寸进尺。而这一次，有人看见了。2001年9月11日，电视里播放着世贸中心被撞毁的画面，整个美国都陷入了恐慌。塔拉第一次听说世贸中心，第一次知道双子塔，父亲却在一旁大声朗读着圣经里关于战争的经文，说这是世界末日的预兆，说上帝在惩罚这个堕落的世界。没过多久，姐姐奥黛丽结婚了，19岁的她嫁给了本杰明。父亲在婚礼上预言，说他的儿子将来会被派去打仗，会死在战场上。塔拉站在人群里，看着姐姐脸上勉强的笑容，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寒意。15岁的塔拉开始在意自己的样子了，她偷偷买了口红，学着化妆，穿上了漂亮的裙子。可肖恩看到后只会冷冷地说她化了妆像个妓女，说她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其实不过如此。塔拉只能默默擦掉口红，脱下裙子，变回那个父亲和哥哥眼里正经的女孩。妓女这个词像一根针，一次次扎进塔拉的心里。父亲在教堂里指着那些穿吊带裙的女人，说她们不知廉耻。肖恩用这个词骂她，骂那些不顺从他的女人。塔拉慢慢开始相信自己的存在里有一些不洁的东西。只要她跟异性接触，只要她展现出女性的魅力，
她就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是个妓女。这份内化的羞辱跟了她很多年。暴力的升级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肖恩因为一点小事再次暴怒，他一把抓住塔拉的喉咙，狠狠摇晃着她，嘴里骂着贱人、妓女，把她从客厅拖进了内厅。母亲就站在不远处，哭着让肖恩停下，却不敢上前一步。就在塔拉快要窒息的时候，楼梯间的门开了，泰勒回来了。他就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什么都没说。肖恩看到他，慢慢松开了手。塔拉以为泰勒会质问肖恩，会跟他对峙，可他只是看着塔拉，轻声说了一句：“我不想知道。”然后他把车钥匙递给了塔拉，让他开车离开这里。那天晚上，泰勒在屋里跟塔拉说：“我觉得对你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地方。”他说：“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他问他有没有想过离开，有没有想过真的去上大学。就是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塔拉密不透风的世界里。他之前想上学，只是为了逃离父亲的控制，可现在他想上学，是因为泰勒告诉他，山外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回家后，塔拉在自己的房门上装了一把滑动螺栓锁。肖恩看到了，什么都没说，还哼着歌，帮他把锁装得更牢固。可塔拉看着他笑着的脸，只觉得浑身发冷。他知道，这把锁根本挡不住什么。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肖恩在废料厂干活时，从高高的托盘上摔了下来，头重重地撞在钢筋上，当场就失去了意识。他被空运到医院，做了开颅手术，一只耳朵彻底失聪，大脑也受到了永久的损伤。塔拉接到电话的时候，没有立刻赶去医院。他在日记里写：“我害怕如果他死了，我可能会为此高兴。”这句话他不敢跟任何人说，连自己都不敢面对。他恨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可又控制不住地觉得，如果肖恩死了，他就安全了。肖恩出院后，塔拉辞掉了镇上的工作，回家专心照顾他。他给他喂饭，给他擦身，陪他说话，就像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一样。他在日记里重写了自己的记忆，写着：“但愿我最好的朋友回来。他受伤之前，我从没受过伤害。”他把之前所有的暴力、所有的伤害全都从记忆里抹去了，只留下了那个会救他、会保护他的哥哥。很多人会觉得塔拉太软弱了，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要原谅伤害自己的人？可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当伤害你的人是你唯一的依靠时，自我欺骗是你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你只能把伤害抹去，把施暴者美化，才能告诉自己你的生活是正常的。照顾肖恩的日子里，塔拉没有放弃学习，他拼了命地啃数学书、背单词，准备 ACT 大学入学考试。父亲依旧每天骂他，说他背叛了上帝，背叛了这个家。可母亲却在一个深夜跟他说：“在我所有的孩子中，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你不要留下，走吧。”就是这句话给了塔拉最后的勇气。他第一次参加 ACT 考试，甚至不知道答题纸怎么用，但他还是坚持考完了。成绩出来后，他拿到了22分，收到了杨百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终于要离开这座山了。可他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远比他想象的更复杂，更颠覆。17岁的塔拉第一次踏进杨百翰大学的校门，像一个误入异世界的外星人。他的3个室友彻底颠覆了他18年来的认知。
香农穿着吊带背心，牛仔裤的屁股上印着多汁2个字。在塔拉眼里，这简直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玛丽每天喝健怡可乐，星期天也会出去购物，完全不遵守安息日的规则。他们会在宿舍里看电视，会聊男生，会做所有父亲口中堕落的事情。塔拉缩在自己的角落里，看着他们，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他坚守着父亲教给他的规则，星期天绝对不做作业，不买东西，哪怕作业要交了，也只会坐在教堂的角落里默默祷告。可大学的课程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没上过1天学，没有任何基础知识，连课本都不知道怎么读。老师讲课的内容，他几乎一句都听不懂。最让他无地自容的是西方文明课上的一件事。老师在课上讲到了 Holocaust， 塔拉从来没听过这个词。他举起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整个教室瞬间死寂，同学们都转过头看着他。坐在他旁边的凡妮莎冷冷地说：“他可不是个笑话。”下课之后，塔拉疯了一样冲进图书馆，查了这个词。当纳粹大屠杀、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这些字眼出现在屏幕上时，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以为大屠杀只是死了5、6个人，却从没想过是整整600万人。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不是因为知道了600万犹太人的悲剧，而是因为发现自己连不知道这件事都不知道。这种原无知的震撼，比任何单一知识的缺乏都更让他崩溃。他活了18年，一直活在父亲给他的世界里。他以为自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却没想到自己连世界的冰山一角都从未触及。第一次期中考试，塔拉考得一塌糊涂。他甚至不知道考试要用蓝皮书，只能偷偷看着凡妮莎的答案，连画家卡拉瓦乔的名字都拼错了。凡妮莎再也不肯跟他坐在一起，同学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异样。塔拉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他就像一只受伤的野猫头鹰闯进了人类的房子，根本无处可藏。他想起了那只在巴克峰捡到的受伤的野猫头鹰，翅膀断了。父亲说他和大山在一起比和我们在一起更好。放生他的时候，塔拉心里想，他不属于这里，也不能教他属于这里。他觉得自己就像这只猫头鹰，野性的东西无法被驯化，他永远也学不会怎么做一个正常人。就在塔拉快要放弃的时候，凡妮莎无意间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必须读课本。”就是这句简单的话点醒了塔拉。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啃课本，把老师讲的每一个知识点都记下来，一点点补上自己18年落下的功课。期末成绩出来的时候，他惊呆了。他所有科目都拿到了 A， 只有1门课拿了 B。 他做到了。他不仅在大学里活了下来，还成了成绩优异的学生。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查尔斯。查尔斯是重熙剧场的男孩。他第一次听塔拉唱歌，就跟他说他的歌声是他听过最好听的。查尔斯是第一个走进塔拉生活的来自正常世界的男孩。他会温柔地跟他说话，会关心他有没有吃饭，会在他生病的时候给他带药。可塔拉对这份温柔充满了恐惧。查尔斯不小心碰到他的手，他都会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抽开。妓女这个词会瞬间在他脑子里炸开。他一边渴望着查尔斯的关心，一边又拼命推开他。查尔斯看着他这个样子，心疼地问他：“你的父母没送你去上学，你生他们的气吗？”塔拉摇了摇头，查尔斯却红了眼睛说：“我很生气，即使你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习惯了承受伤害，习惯了原谅伤害我们的人，
可总有一个人会站出来，替你生气，替你委屈。查尔斯就是塔拉生命里第一个替他生气的人。可塔拉最终还是和查尔斯分开了。他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爱情或友情，而是我自欺欺人的能力。查尔斯看到了他的脆弱，看到了他的不堪，看到了他拼命隐藏的那个来自巴克峰的自己。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他以为只要推开他，只要继续自欺欺人，他就能假装自己很坚强。查尔斯离开了，可塔拉的路还要继续走。他的成绩越来越优异，得到了去剑桥大学留学的机会。他即将第一次跨越大洋，走进那座全世界最顶尖的学府。可他不知道，在剑桥等待他的不仅是更广阔的世界，还有对自我认知的彻底颠覆。在杨百翰大学的日子里，塔拉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还要在假期回到巴克峰，回到废料厂，回到那个他拼命想逃离的世界。两个世界的撕裂让他越来越痛苦，而真正让他觉醒的是肖恩嘴里的一个词：黑鬼。暑假在废料厂干活的时候，塔拉的脸上沾满了油污。肖恩看着他，笑着开始叫他黑鬼。以前肖恩也无数次这么叫他，他都会跟着一起笑，觉得这只是兄妹之间的玩笑。可这一次他笑不出来了，因为就在这个学期，他上了一门民权运动课。课上，金博尔博士给他们讲了美国的奴隶制，讲了罗莎帕克斯，讲了14岁的艾米特提尔，就因为朝一个白人妇女吹了声口哨，就被白人活活打死，凶手却被判无罪。塔拉看着艾米特提尔的照片，看着课上播放的纪录片，浑身发冷。他算了算，艾米特提尔被杀害的那一年，他的母亲才4岁。那些他以为遥远的和自己无关的历史，瞬间就冲到了他的面前。他终于知道了黑鬼这个词背后藏着多少血和泪，藏着多少羞辱和暴力。肖恩依旧用这个词叫他，他第一次跟他说，别那么叫我。肖恩却满不在乎地说，你脸上全黑了，像个黑鬼。塔拉在日记里写，我曾1000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这个词没有变，肖恩说出他的方式也没有变，只是我的耳朵变了。这句话真的太有力量了。有时候成长不是学会了新东西，而是重新听见了旧东西。同样的词，同样的语气，可你的耳朵变了，你的认知变了，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塔拉的觉醒不是从他考上大学开始的，而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他终于听懂了那些伤害性的语言，终于承认了那些伤害是真实存在的。他的耳朵变了，眼睛也变了。他开始重新审视父亲交给他的一切，重新审视这个家。有一次，他的耳朵疼得厉害，半边脸都肿了。母亲给他用了草药，一点用都没有。他疼得整夜睡不着。查尔斯看着他难受的样子，给了他2片西药。塔拉犹豫了很久。父亲和母亲从小就跟他说，西药是毒药，会毒害身体，会导致不孕不育，会生下畸形的孩子。可那天他还是把药片吞了下去。20分钟后，耳朵的疼痛消失了。塔拉愣了很久，他18年来坚信不疑的东西，在这一刻裂开了一道缝。原来父亲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原来母亲的草药不是唯一的解药，原来那些被父亲称作撒旦毒药的西药真的能治病。也是在这个时候，塔拉遇到了学业上的危机。他的代数期中考试不及格，再这样下去他会失去奖学金，只能退学回到巴克峰。他鼓起勇气敲响了代数教授办公室的门。
教授看着他，冷冷地说：“这所学校很难念，等你大点再回来，也许会更好，或者转学。”就在塔拉起身要走的时候，教授突然心软了。他跟他说，期末考试会涵盖整个学期的内容，只要他能在期末考试里拿到满分，不管期中成绩如何，最终成绩都给 A。 塔拉答应了，他知道这个机会有多渺茫，可他告诉自己，她是擅长抓住机会的女王。她拼了命的学，没日没夜的啃代数公式，把整本书的知识点翻来覆去的背。考试那天，她一瘸一拐地走进考场，她的大脚趾被肖恩弄断了，肿得发黑，可她还是坐下来，把试卷上的题一道一道全部解了出来。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塔拉的眼睛眨了又眨，屏幕上赫然写着100分，完美的满分。她站在冰冷的走廊里，浑身发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正确，没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到我。她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足够强大，就能摆脱巴克风的阴影，就能证明自己不是那个被按进马桶里的女孩。可她不知道，暴力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强大而消失。感恩节回到巴克风，肖恩再次因为一点小事，在斯托克斯的停车场把他从车上拖了下来，狠狠扭伤了他的手腕。他疼得浑身发抖，却依旧哈哈大笑，跟周围的人说这只是个玩笑。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里写下了2则完全不同的日记。第一则，他写下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写下了肖恩的暴力，写下了他的快乐正源于对他的羞辱。第二则，他又重写了历史，说这只是一个误会，是自己小题大做。如果他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在2则日记的最后，他写下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也就是这句话，成了他最有力量的武器。他说，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他终于允许自己不确定了，允许自己质疑，允许自己不相信父亲和哥哥口中的真相。而这份不确定，恰恰是他独立思考的开始，是他真正觉醒的开始。塔拉的耳朵开始变了，他听见了黑鬼的重量，感受到了西药的效力，第一次在日记里写下我不知道。但接下来他将做出一个更彻底的选择，接受政府的助学金。从巴克风回到杨百翰大学，塔拉的状态越来越差，胃溃疡反复发作，整夜的被胃部的灼烧感疼得睡不着觉。被肖恩扭伤的手腕一直没好，断了的大脚趾肿得发黑，连走路都一瘸一拐。室友罗宾看着他这个样子，一次次劝他去看医生，可他每次都拒绝了。父亲从小就跟他说，医院是撒旦的领地，医生是光明会的走狗，接受现代医学就是背离上帝。他已经偷偷吃了西药，这已经是对信仰的背叛。他不敢再踏进一步，可身体的疼痛和心里的痛苦一起把他拖进了深渊。他开始在睡梦中大喊大叫，常常哭着醒来。罗宾只能一次次抱着他，安抚他。最终，罗宾跟他说，我觉得你需要去见见主教。主教是杨百翰大学教会的负责人，一个圆脸、说话声音像段子一样柔和的中年男人。塔拉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紧张得浑身发抖，什么都不肯说。可主教没有逼他，只是温柔地问他的成绩，问他的生活，一点点引导他。第2次见面，塔拉终于绷不住了，坐在他对面说了整整1个小时。他把肖恩的暴力、
父亲的偏执，母亲的沉默，自己的恐惧和羞耻，全都告诉了他。主教没有评判他，没有说教，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跟他说，他应该去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应该去看医生，应该好好照顾自己。他让他感受到他所经历的一切是被看见的，是被理解的。这是塔拉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这样倾听他。从小到大，父亲说他不听话，肖恩说他不懂事，母亲让他多忍让。所有人都告诉他是他做错了才会被伤害，可主教用他的倾听告诉他，他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可塔拉依旧不敢去看医生，因为他没钱，他的奖学金只够交学费，房租都快付不起了，更别说医药费。就在这个时候，他那颗碎裂了多年的牙齿彻底烂了，剧烈的疼痛像电流一样窜遍他的整个下巴，他疼得整夜睡不着，连吃饭都成了奢望。牙医跟他说，修补这颗牙要花$1400，这笔钱对当时的塔拉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他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同意借钱给他，可父亲却加了一个附加条件，明年暑假必须回废料厂给他干活。塔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和废料厂有半点瓜葛。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主教知道了这件事，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支票簿，给他开了一张$1500的支票。他跟他说，我不会允许你因为这件事离开学校。塔拉看着手里的支票，手抖得厉害。他攥了10秒钟，最终还是把支票还了回去。他可以忍受疼痛，可以忍受贫穷，却不能接受别人的施舍，更不能接受自己背离父亲的规则，接受世俗的帮助。父亲从小就跟他说，接受政府的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光明会，就成了他们的人。所以当主教跟他说让他申请政府助学金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在他的认知里，申请助学金就是对父亲、对信仰、对自己过去的彻底背叛。可他真的走投无路了，房租到期，牙齿烂得越来越严重，学业也快要撑不下去了。最终在罗宾的劝说下，他还是填了助学金申请表。为了拿到父母的纳税申报单，他半夜开车回了巴克峰，像个入侵者一样偷偷溜进家里，想把申报单偷出来。刚走进屋子，就听到了咔嗒一声，肖恩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正指着他。看到是他，肖恩才放下了枪，说，我以为你是别人。塔拉看着他手里的枪，浑身发冷。他不知道他半夜拿着上膛的枪坐在漆黑的屋子里到底在等谁。最终他还是从母亲那里拿到了纳税申报单，把申请表寄了出去。回信寄来的时候，一张$4000的支票落到了床上。塔拉看着支票，第一反应竟然是打电话给助学金办公室，问他们能不能只给他$1400，剩下的他要退回去。电话那头的女人愣了很久，跟他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塔拉最终还是兑现了支票，他治好了牙齿，交了房租，买了课本，还剩下了不少钱。他终于不用再为了钱回废料厂给父亲干活了。他说，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他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跟别人说，我来自爱达荷州。他说，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当你真正属于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不需要说自己来自哪里，只有当你离开了，
你才需要用这句话来定义自己的来处。拿到助学金的塔拉终于有了底气，去重新审视父亲教给他的一切。他在心理学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双向情感障碍，教授念出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每一条都完美契合他的父亲。他疯了一样冲进机房，在浏览器里输入了卢比山。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去查这个被父亲讲了10几年的故事。他终于知道了真相，卢比山事件的起因根本不是在家上学，而是兰迪·韦弗把巨短的霰弹枪卖给了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卧底。政府从来没有因为孩子不上学就冲进家里杀人。父亲讲了10几年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狂热大脑加工出来的谎言。塔拉看着屏幕上的文字，浑身发抖。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被害妄想，他的偏执，他的末日预言，从来都不是上帝的启示，而是疾病的症状。他冲父亲大喊，质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吓唬他们，为什么要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家里真正的怪物无动于衷。父亲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暑假，塔拉第一次没有回巴克峰。他说，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他开始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在教堂认识了尼克，和他谈起了恋爱。他第一次坦然地接受了一个男生的牵手，没有抽开，没有恐惧，没有觉得自己不洁。可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他感染了病毒，高烧不退，喉咙疼得说不出话。他最终还是走进了诊所，医生给他开了药。他拿着药片，想起了查尔斯给他的西药，想起了父亲说的话：西药会毒害身体，会让上帝的精神无法住在不洁的身体里。最终，他还是把药片吞了下去。他想看看自己一直害怕的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2天后，母亲从爱达荷州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全是草药，还有一张纸条，写着这些药草会帮你把体内的西药排出。塔拉看着包裹，突然笑出了声。母亲没有寄任何对抗病毒和细菌的药，只寄来了对付西药的东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奥黛丽在电话里哭着跟他说，出事了，是爸爸。如果你现在快点，马上出发的话，你还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塔拉开车往巴克峰赶的时候，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山下爷爷的故事。爷爷年轻的时候骑着马在山上放牧，被受惊的马甩了下来，头狠狠撞在耙子上，脑浆都流了出来。他在荒无人烟的山上昏迷了很久，醒来后竟然凭着一口气拖着受伤的身体走了1英里的山路，回到了家门口。奶奶开门的时候，他蜷缩在门廊上，浑身是血。爷爷后来总说，他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听到了已经去世10年的曾外祖父洛特的声音，是洛特派来的天使把他送下了山。塔拉一直觉得这个故事只是爷爷的想象，可直到父亲出事，他才明白，人在绝境里真的能爆发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力量。父亲在废料厂用割锯拆解汽车油箱的时候，没有抽干里面的汽油，火花瞬间引爆了油箱，爆炸的热浪像地狱之火一样，瞬间吞噬了他。他脸上的焊接防护罩像塑料一样融化了，下半张脸的皮肤直接液化，手指也被烧得焦黑。火舌顺着他的胳膊舔过了他的肩膀和胸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拖着被严重烧伤的身体，穿过田野和沟渠，走了1/4英里的路，回到了家门口，用胳膊肘轻轻撞着后门。开门的是表妹凯莉。她后来跟塔拉说，我封锁了这段记忆，我不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我只记得当时心想，他没有皮肤。所有人都劝母亲送父亲去医院，
可父亲躺在沙发上，用仅剩的力气说，他宁愿死也不去看医生。母亲最终还是屈服了，她没有叫救护车，只是用自己的草药和顺势疗法给父亲治疗。她切掉了父亲脸上和手上坏死的皮肤，给他涂上厚厚的草膏，用灌肠的方式给他补充水分和营养，因为他的喉咙和内脏都被热浪灼伤了，根本无法吞咽。奥黛丽给塔拉打电话的时候，父亲的心脏已经在夜里停跳了2次。医生说，他随时都可能没命。塔拉没有立刻赶回去，他怕自己把细菌传染给父亲。他吃了3倍剂量的药，等了整整1天，确认自己不会传染了，才开车往山里赶。他走进家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母亲拿着一把黄油刀，正一点点把父亲烧伤后粘在头骨上的耳朵撬下来。父亲躺在沙发上，鼻子以下的皮肤全都没了，红红的，支离破碎，像一个离蜡烛太近的塑料假面。他的手指黏糊糊的，裹着一层融化的皮肤和脓液，整个人散发着烧焦的肉和草药混合在一起的刺鼻气味。接下来的日子里，塔拉和母亲奥黛丽轮流照顾父亲，他的心脏一次次停跳，又一次次被救了回来。泰勒也从普渡大学赶了回来，他每天早上都会给父亲刮掉手指上一夜之间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神经已经坏死了，父亲感觉不到疼，可泰勒每次刮的时候手都在抖。他跟塔拉说，我刮掉了那么多层，某天早上肯定会刮到骨头。父亲拒绝了所有的止痛药，他说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要全部感受到，只有在他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让母亲给他用药。塔拉坐在他的床边，用滴管把水滴进他嘴里，喂他吃蔬菜泥，给他放他最喜欢的蜜月期录像带。爆炸让父亲从一个喋喋不休的演讲者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观察者。他没法说话，只能睁着眼睛听着家里人聊天，听着塔拉讲她的课程，讲她的男朋友，讲她在大学里的生活。他第一次真正地看见了这个女儿。有一天早上，他用沙哑的声音跟塔拉说，我想听你多聊聊你上的课，听上去真有意思。塔拉看着他，心里生出了一丝希望。他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父亲变了，这个家也许也会变。可他没想到，父亲活下来之后，一切都朝着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父亲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件事被家里人彻底神化了。母亲的草膏被改名叫奇迹药膏，成了山谷里人人追捧的神药。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母亲买精油、买药膏，说她是被上帝选中的医者，能治好医院都治不好的病。母亲的生意越做越大，家里雇了几10个员工，每天都有无数的订单从全国各地寄来。母亲成了山谷里最有钱、最有名望的人。可母亲也变了。塔拉说，她已被奇迹改变，变成了她的样子。那个曾经温柔、谨慎，会为接生失误而颤抖的母亲消失了。她彻底成了父亲的追随者，成了他神话的见证者和传播者。她跟着父亲一起，跟所有来买药膏的人说，父亲的生还是上帝的神迹，是自然疗法战胜现代医学的证明。父亲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甚至比以前更偏执、更狂热。他逢人就说自己的烧伤是上帝的祝福，是上帝让他用自己的经历向世人证明医疗机构的邪恶。他说，等他身体好一点，还要拿起歌剧，再去拆一个邮箱，证明上帝会一直保佑他。更让塔拉心寒的是艾米丽的孩子。艾米丽是肖恩的未婚妻，一个温顺的高3女孩。她怀孕26周的时候，在家中早产了。暴风雪封了路，母亲没有送她去医院，
就在家里给他接了生。孩子生下来只有1磅4盎司，像一只小猫一样奄奄一息。最终还是叫了救护车，把孩子送进了医院，做了无数次手术，才勉强保住了性命。可父母却说，彼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上帝按自己选择的方式赐予礼物。读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无比窒息。母亲曾经是一个助产士，她比谁都清楚早产的孩子有多危险，在家生产有多凶险。可她最终还是变成了父亲的样子，把人命当成了上帝的安排，把自己的失职说成了神迹。他曾经拥有的温柔和敬畏，在父亲的神话里消失得一干二净。父亲活下来了，成为了奇迹的见证。母亲彻底变成了他的样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塔拉收到了念乔的邀请，他将第一次跨越大洋，进入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世界。塔拉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进剑桥大学。他本来是想在杨百翰大学学音乐的，将来能指挥教堂的唱诗班。可大3那年，他放弃了所有的音乐课程，选了地理、比较政治学、犹太历史。他说，当他念出这些课程的名字时，感受到了一种永恒。他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有一次，他问同班的男生乔西，假如你是女人，你还会学法律吗？乔西头都没抬，说，如果我是女人，我不会想学法律的。女人天生不同，她们没有这个野心，她们的野心在孩子身上。塔拉又问，但假如你是女人，你的感觉和现在一模一样呢？乔西想了很久，说，那我就知道是我自己出了问题。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塔拉的心里。他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为什么身为女人，她对音乐、对家庭、对那些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反而痴迷于历史、政治、哲学？他不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敲响了犹太历史课教授克里博士的办公室门。克里博士安静地听他说完自己的困惑，没有给他讲大道理，只是跟他说，剑桥大学有一个留学项目，竞争很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会被录取，但如果被录取了，这个项目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他又补充了一句，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就是这句话让塔拉提交了申请。一开始剑桥大学拒绝了他，可克里博士坚持给学校写了信，为他争取到了唯一一个名额。他终于拿到了去剑桥的机会，还费尽周折办下了自己人生中第1本护照。当塔拉第一次走进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石雕的钟塔，哥特式的教堂，螺旋上升的石阶梯，修剪完美的草坪，一切都像童话里的场景，宏伟得让他喘不过气。他穿着运动衣裤和帆布鞋，站在一群穿着精致羊毛衫、围着丝巾的同学中间，觉得自己像个异类，浑身上下都写着不属于这里。真正让他打破这种自我怀疑的是教堂屋顶上的风。克里博士带着同学们参观教堂，带着他们爬上了狭窄的螺旋楼梯，登上了教堂的屋顶。风很大，呼呼地刮着，其他同学都紧紧贴着墙壁，弓着背，小心翼翼地侧身走，生怕被风吹下去。只有塔拉笔直地站在屋脊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迎着风，看着脚下的剑桥城，神情放松又坦然。克里博士走到他身边，惊讶地问他，你不害怕摔下去吗？塔拉笑着说，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他跟克里博士说，我能在风中站稳，
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经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其他同学都在努力降低身体，试图弥补高处带来的恐惧，可塔拉只是站着。他在废料场，在屋顶，在山里，经历过比这猛烈得多的风。他知道，风从来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心里的恐慌。也就是在这一刻，塔拉第一次意识到，那些他以为让他低人一等的经历，那些在巴克峰的日子，那些在废料场干活的岁月，恰恰是他最独特的力量。他的优势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大山。在剑桥，塔拉的导师是斯坦伯格教授，剑桥大学的副校长，世界知名的大屠杀研究学者。第一次见面，斯坦伯格教授问他想看什么书，塔拉含糊地说想看史学方面的书。他跟教授坦诚，自己从来没上过学，是在家自学考上的大学。斯坦伯格教授看着他，笑着说：“我好像走进了萧伯纳的卖花女。”所有人都以为斯坦伯格教授会给这个来自大山的女孩列一个长长的必读书单，可他没有，他只是让塔拉读自己想读的书，想读多少就读多少。他会逐字逐句地批改塔拉的论文，小到一个逗号，一个形容词，大到整个文章的逻辑和观点，他都会一点点跟塔拉讲，告诉他怎么把自己的想法用精准的文字表达出来。塔拉拼了命地写论文，他花了2个星期，几乎没怎么睡觉，写了一篇比较埃德蒙·伯克与联邦党人文集作者普布利乌斯的论文。他第一次不再把这些伟人的文字当成不可质疑的模板，而是去分析、去质疑、去对比，去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说，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斯坦伯格教授读完这篇论文，隔着桌子盯着塔拉说：“我在剑桥教了30年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听到这句话的塔拉，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落荒而逃。赞美对他来说是一种毒药。从小到大，他习惯了被贬低、被羞辱、被指责。他能承受任何形式的残忍，却承受不住一句真诚的赞美。因为赞美会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不是那个不堪的、不洁的女孩。她值得被认可，值得被爱。而这件事对他来说太难了。克里博士找到了落荒而逃的塔拉，在教堂旁边跟他说了那段改变了他一生的话。他说：“你不是愚人金，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他又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想想卖花女的故事吧，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段话塔拉记了一辈子。他终于明白，让他与众不同的从来不是剑桥的尖顶，不是博士的头衔，不是精致的衣服，而是他内心的东西。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愚人金，只有在大学的光线下才会发光。可克里博士告诉他，他一直都是真金，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改变。从剑桥回到杨百翰大学，塔拉申请了盖茨剑桥奖学金，
这是剑桥大学最顶尖的奖学金，能覆盖他读博期间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面试很顺利，他最终拿到了这笔奖学金。杨百翰大学的校报、本地的新闻媒体都来采访他，问他是哪个小学、哪个中学毕业的，是哪个老师影响了他。塔拉都闪烁其词，他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自己从没上过学。他说，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毕业典礼那天，父母没有来，塔拉坐在会场里，身边的2个座位一直空着，直到典礼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出现在会场门口。典礼结束后，塔拉站在草坪上，看着其他同学和父母拥抱、拍照，心里空落落的。在机场，父亲送塔拉去过安检，他站在安检口，看着即将跨过大洋的女儿，低声说，如果你在美国，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1000加仑汽油，世界末日来临时，我可以去接你，带你回家，让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这句话暴露了父亲最深层的恐惧。他不怕世界末日，不怕政府，不怕光明会，他最怕的是距离。他怕塔拉走得太远，他再也抓不住了，再也无法用自己的规则控制他的人生了。塔拉从剑桥毕业了，拿到了盖茨奖学金，即将去大洋彼岸攻读博士。但父亲在机场的那句话已经预示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距离将让家庭的裂痕变得不可弥合。再次回到剑桥，塔拉成了3医学院的博士生，可他依旧活在自我怀疑里。第1堂课，老师讲以赛亚·柏林的2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是不受外部限制的自由，积极自由是摆脱内部约束的自由。全班同学都对这个概念了如指掌，只有塔拉从来没听说过。他坐在教室里疯狂地记着笔记，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里，像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了这座宏伟的殿堂。直到他听到了鲍勃·马利的那首歌，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塔拉盯着这句歌词，突然明白了。他拿到了奖学金，走进了剑桥，获得了不受外部限制的消极自由，可他依旧没有获得积极自由。他还被自己内心的枷锁困住了，被巴克风的记忆困住了，被父亲的规则、肖恩的暴力、内化的羞耻困住了。他的身体离开了大山，可他的精神依旧被囚禁在那里。也就是在这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护士，说：“我需要接种疫苗。”这是他又一次彻底背离父亲的规则，彻底打破内心的枷锁。他开始喝咖啡，读女权主义的著作，第一次真正的为自己而活。就在塔拉以为自己终于能和过去和解的时候，他收到了姐姐奥黛丽的来信。奥黛丽在信里说，她小时候也被肖恩伤害过，她曾经跟母亲说过，可母亲说她的记忆是假的，是不可能的。她说，多年前她就该阻止肖恩，这样在她之后我就不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她说，她要和肖恩和父母当面对质，问塔拉能不能和他站在一起。不管有没有你，我都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你，我可能会输。塔拉看着信，浑身发抖。他恨姐姐把他拉回这个泥潭，可他又知道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他给奥黛丽回信，让她先等等，等自己回爱达荷州再说。可奥黛丽没有等，第二天就把塔拉的邮件拿给了母亲看，
让塔拉完全没想到的是，母亲相信了。她给塔拉发来了消息，说面对现实是痛苦的，意识到有丑恶的东西存在，而我对此视而不见。她跟塔拉道歉，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塔拉说，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她等这句话等了10几年，从第一次被肖恩按进马桶，从第一次被父亲逼着去废料厂干危险的活，从第一次疼得死去活来却不能去医院，她一直在等母亲的一句道歉，一句我本该好好保护你。现在她终于等到了。母亲说，现在我们更明白了，我们可以重写故事。塔拉以为一切真的会变好，她终于能和家人和解，终于能找回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了。可她没想到，这只是一场短暂的幻梦。不久后，山下奶奶去世了，塔拉赶回巴克峰参加葬礼。父亲因为奶奶的死彻底垮了，整天躺在床上拒绝见人。母亲一边打理精油生意，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安排葬礼，整个人都濒临崩溃。塔拉在卫生间里找到了正在哭泣的母亲，吹风机掉在地上，她浑身湿漉漉的。看到塔拉进来，一把抱住了她，哭得浑身发抖。也就是在这次回家，塔拉和肖恩发生了最终的对峙。那天，塔拉和肖恩开车去镇上，在教堂的停车场，肖恩突然跟他说，奥黛丽就是个爱说谎的贱人，我会朝她脑袋开一枪，但我不想把一颗好子弹浪费在一个没用的婊子身上。他的语气很平静，可塔拉听着，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他终于鼓起勇气跟父亲对峙了。他告诉父亲，肖恩威胁要杀了奥黛丽，告诉父亲肖恩这些年对他、对奥黛丽的暴力。可父亲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跟他要证据。塔拉说，你不需要证据，你见过，你们俩都见过。他转过头看向母亲，希望母亲能帮他说一句话。可母亲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紧盯着地板，好像他和父亲根本不在那里似的，一言不发。塔拉跑进了卫生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是那面3块嵌板的镜子，还是那个卫生间。肖恩曾经无数次把他的头按进这个马桶里。他看着镜中3张自己的脸，突然明白了，让这张脸与众不同的从来不是衣服，不是学历，而是他眼睛后面的东西，是他咬在齿间的东西，是希望、信仰、信念，是让人生不再一成不变的勇气。他不再需要那个16岁的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女孩来保护自己了，他已经足够强大了。等他从卫生间出来，父亲已经给肖恩打了电话，说，我把你说的话告诉了肖恩，他马上就过来。肖恩很快就来了，他坐在塔拉旁边的沙发上，掰开他的手指，往他手里放了一把小刀，刀刃上沾着深红色的血，冰凉的触感瞬间传遍了塔拉的全身。肖恩看着他，轻声说，小妹，如果你是聪明人，还是用这个自我了断吧，这样更好，否则我下手比这个狠多了。母亲就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只说了一句，那倒没必要。塔拉看着手里带血的刀，看着眼前的父亲、母亲和哥哥，突然明白了，母亲之前的道歉，她的共情，她的我们可以重写故事，全都是假的。在丈夫和儿子面前，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和他们站在一起。塔拉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笑着说自己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跟肖恩拥抱道歉，
假装一切都是误会。可他心里清楚，一切都回不去了。第二天，塔拉发现肖恩养了多年的德国牧羊犬迭戈被人用刀杀死了，雪地上全是血迹。母亲跟他说，是因为迭戈咬死了卢克的鸡，可塔拉知道不是的，那把刀是一把愤怒的刀。肖恩用杀狗的方式给了他最后的警告。从那之后，一切都彻底崩塌了。母亲开始否认有刀的存在，她说，肖恩想让你更舒服些，所以才把刀递给了你。后来又说，根本就没有刀。你的现实如此扭曲，跟你说话就像和一个甚至不在现场的人说话一样。奥黛丽也彻底倒戈了，她给塔拉写信，说塔拉被恐惧控制了，身处撒旦的领地，说塔拉煽动了他的怒火，背叛了他。他说塔拉再也不能联系他和他的家人了。塔拉的世界彻底变成了液体，他脚下的地面塌陷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如果最亲近的母亲和姐姐都说他的记忆是假的，都说他疯了，那他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个夜晚之后，塔拉彻底失去了家人。母亲说刀从未存在，姐姐说他被撒旦控制，肖恩发来死亡威胁。塔拉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而接下来他将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现实的崩塌带来的是精神的彻底崩溃。肖恩给塔拉发来的邮件里引用了圣经马太福音里的话，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紧接着他打来电话，语气平静地问塔拉，他是该亲手杀了他，还是雇个杀手？他说，如果算上坐飞机的费用，雇个人可能更便宜。塔拉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可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不是那个意思，不管怎样，他没有那么多钱。父亲则跟他要录音，说，你没把通话录下来，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他们甚至说，塔拉的愤怒比任何时候的肖恩都要危险2倍。没过多久，肖恩就跟塔拉彻底断绝了关系。他在邮件里写，我爱你胜过爱他们，但你一直在我背后捅刀子。塔拉看着这句话，哭得浑身发抖。他失去了哥哥，失去了姐姐，失去了母亲，失去了那个他从小长大的家。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哈佛大学访学奖学金的通知。可他看着这份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心里却毫无波澜。他说，也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他心生怨恨。他以为教育能让他逃离大山，能让他获得自由。可现在，他拿到了哈佛的入场券，却失去了所有的家人。他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更让他崩溃的是对自己理智的怀疑。他开始想，如果我疯了，一切就说得通了。如果我的记忆全都是假的，如果父亲和母亲说的才是真的，那所有的痛苦就都有了解释。他开始疯狂地怀疑自己记忆里的每一件事，怀疑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一切。他开始依赖身边的人。德鲁说的话他会无条件相信，因为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记忆了。他给肖恩的前女友艾琳写了信，问他肖恩是不是也对他做过同样的事，问他自己是不是疯了。艾琳很快就回了信，他跟塔拉说了肖恩对他的暴力，说了他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往砖墙上撞的经历。艾琳的信像一根栏杆，暂时固定住了塔拉摇摇欲坠的现实。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怀疑艾琳是不是也和他一样疯了。直到4年后，他在犹他州遇到了一个年轻人，
听到他说自己的表姐就是被肖恩掐住脖子往砖墙上撞的那个女孩。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确定自己的记忆是真的，他没有疯。可在当时，他还在崩溃的深渊里苦苦挣扎。父母来到了哈佛，来看望这个被路西法带走的女儿。父亲戴着美国步枪协会的帽子，脸上的疤痕在哈佛的校园里显得格外醒目。路人看到他都会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塔拉带着他们逛了哈佛，可他心里清楚，这次见面不是探亲，而是一场救赎与驱魔的对峙。他们开车去了纽约州的抛麦拉，摩门教的圣地，神圣树林就在那里。父亲让塔拉去摸神殿的墙壁，说他的力量会净化你。塔拉走过去，把手放在冰冷的石头上，闭上眼睛，试图感受到父亲口中的神力。可他什么都没感受到，只有冰冷的石头。走进神圣树林，父亲坐在塔拉身边，跟他做了2个小时的见证。他说自己见过天使，见过魔鬼，受过主耶稣基督的眷顾。他说，你已被路西法带走了，我一进你的房间就能感觉到。他跟塔拉说，只要他接受他的教士赐福，就能被净化，就能回到上帝身边，回到这个家。塔拉看着眼前的父亲，看着身边一言不发的母亲，心里清楚，这场赐福从来都不是救赎。父亲想从他身上驱逐的不是恶魔，而是他自己，是那个读了书，长了见识，不再相信他的谎言，不再服从他的规则的塔拉。接受赐福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的思想，放弃自己的记忆，放弃自己用10几年时间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自我。他看着父亲，轻声说，我爱你，但我不能。对不起，爸爸。父亲猛地站起身，说他的房间里有恶灵，他1个晚上也待不下去。当天深夜，他和母亲就离开了哈佛，留下塔拉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彻底崩溃了。接下来的日子，塔拉像行尸走肉一样，他每天半夜都会赤着脚，尖叫着跑到街上。醒来的时候，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他不再去上课，不再写论文，每天窝在宿舍里，连续看18到20个小时的电视剧，一集接一集，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那些记忆，那些怀疑，那些痛苦就会把他吞噬。圣诞节，他还是回了巴克峰。他以为自己能修复和家人的关系，能让一切回到正轨。可他刚进门就看到了母亲发给艾琳的邮件。邮件里，母亲说塔拉被恐惧控制了，很危险，让艾琳离他远一点。而艾琳在回信里称赞母亲是真正的英雄。塔拉看着屏幕上的文字，心彻底死了。他终于明白，这里没有什么可拯救的，也没有什么可把握的。他走到自己的房间，把床底下的日记本拿出来，放进车里。他跟父亲告别，父亲说，我爱你，你知道吗？塔拉说，知道，那从来不是个问题。这是塔拉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开车离开了巴克峰，再也没有回头。他爱父亲，爱母亲，爱这个生他养他的家。可他不能留下，因为留下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而他终于学会了优先选择自己。塔拉拿走了床底下的日记本，开车离开了巴克峰。那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谁选择站在他这边，谁永远离开了他，以及他如何从废墟中重建了自己。
塔拉以为自己会永远一个人被整个家庭抛弃，可他没想到，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人选择了站在他这边。这个人就是泰勒。母亲本来想提前跟泰勒打预防针，否认塔拉可能会跟他说的一切，可他打错了算盘。他跟泰勒说，肖恩当然没有捅死迭戈，也没有拿刀子威胁塔拉，可泰勒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母亲毫无来由的否认，反而让他起了疑心。他给塔拉打了电话，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塔拉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以为泰勒会像其他人一样说他疯了，说他撒谎，可他没有。他几乎立刻就相信了他，因为肖恩也曾是他的哥哥。他比谁都清楚，肖恩的暴力是真实存在的。泰勒给父母寄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谴责了这个家里的虐待、操纵和控制，明确地站在了塔拉这边。塔拉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泰勒每天晚上上床前都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一边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从小长大的家，一边是被整个家庭抛弃的妹妹，是唯一带她看到音乐、看到外面世界的妹妹。泰勒最终选择了妹妹，他为这个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和父亲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他被家里人孤立，被指责背叛了家庭。塔拉无数次跟他道歉，可他知道，一句对不起根本无法偿还他为自己付出的一切。他说，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也是在泰勒的鼓励下，塔拉终于走进了大学的心理咨询室。他每周都会去见咨询师，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崩溃，讲自己的自我怀疑。他说，坦诚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心理咨询像一双温柔的手，一点点把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他开始重新拿起书本，重读休谟、卢梭、穆勒的著作，重拾自己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主题是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到1890。在写摩门教的那一章时，他不再把摩门教视为人类历史的目标，也不再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把它放在更大的人类历史中，客观地看待它，研究它。他终于明白，历史不是父亲口中固定不变的绝对的真理，历史是由人书写的。克里博士曾经问他，历史是由谁书写的？现在他可以坦然地回答，是我。他不再被动地接受别人给他的历史，无论是父亲给他的家族史，还是课本里给他的世界史。他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用自己的手去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在27岁生日那天，塔拉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他终于成了韦斯特福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塔拉开车回到了爱达荷州。他把车停在能眺望整个盆地的地方，看着远处的巴克峰，看着印第安公主山峰，和他7岁那年看到的一样，宁静、巍峨。小时候，父亲跟他说，印第安公主的角色是圈养野牛，是把跑远的牛群带回来。可现在，塔拉终于明白了，他的角色不是圈养野牛，不是动用武力将它们聚拢起来加以限制，而是为他们的归来而庆祝。离开从来都不是背叛，
离开也是山的一部分。公主不会因为野牛跑远了就愤怒，就诅咒，她只会站在那里，为每一头找到自己方向的野牛庆祝。塔拉去见了外公，还有被父亲开除的安琪姨妈。她跟安琪说，我跟你做笔交易，如果你把爸爸说的关于我的一切都忘掉，我就把他说的关于你的一切都忘掉。安琪笑了，她长得太像母亲了。那一刻，塔拉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还没被父亲改变的温柔的母亲。他给母亲发了消息，问她愿不愿意单独出来见一面，可母亲拒绝了。她说，妻子从来不到丈夫不受欢迎的地方去，单独见你是对丈夫的不尊重。从那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松过口，她永远都不会单独见塔拉了。城里外婆的葬礼上，塔拉再一次见到了所有的兄弟姐妹。她的家庭从中间一分两半，3个离开了大山，4个留了下来，3个拿到了博士学位，4个没有高中文凭。泰勒和斯蒂芬妮来了，他们坚定地站在塔拉身边。理查德来了，他给塔拉写了信，为自己曾经相信父亲的话而道歉，说他们是一家人。卢克来了，跟他聊了几分钟，却绝口不提那些敏感的话题。奥黛丽来了，跟他说拒绝见父亲是严重的罪过，会下地狱。肖恩也来了，整个葬礼期间他一眼都没有看过塔拉。葬礼结束后，塔拉再也没有回过巴克峰。很多人问他，你后悔吗？你原谅你的家人了吗？塔拉说，他花了2年时间列举父亲的缺点，一遍遍为自己的离开辩护，可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直到他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才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他爱父亲，爱他身上的偏执、狂热，爱他偶尔流露出来的温柔，爱他给他的生命。可他不能和他一起生活，不能接受他的规则，不能放弃自己的人生，去成全他的世界。塔拉说，那天晚上在巴克峰的卫生间里，他召唤那个16岁的、坚硬的、能承受一切伤害的自己，可他没有回应。他离我而去，封存在了镜子里。在那一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都不再是他会做的决定，他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这就是塔拉·韦斯特福的故事。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励志故事，说一个大山里没上过学的女孩，靠读书考上了剑桥，拿到了博士学位，实现了阶层跨越。可读完整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从来都不是一个爽文。它没有逆袭的快感，没有复仇的酣畅，只有无尽的撕裂，反复的崩溃，艰难的重建，和最终与自己的和解。塔拉的教育从来不是拿到了多少证书，考上了多好的大学，他的教育是从他第一次质疑父亲的规则开始的，是从他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开始的，是从他第一次拒绝把伤害当成玩笑开始的，是从他最终选择了自己而不是家庭开始的。教育给他的从来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重新定义自己的权利。父亲定义他是堕落的、
被撒旦附身的女儿，肖恩定义她是不知廉耻的妓女，整个家庭定义她是背叛者。可教育让她明白，她是谁，只能由她自己说了算。她最终也没有和家庭和解，可她和自己和解了。她接受了自己的过去，接受了父亲的爱与伤害，接受了母亲的温柔与懦弱，接受了自己永远失去了那个家的事实。她不再试图回去，不再试图修复，不再试图改变他们，只是带着那些经历继续往前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巴克峰，它可能是原生家庭的伤害，可能是世俗的规训，可能是别人对你的定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枷锁。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飞出这座山，可飞往你的山从来不是逃离，而是寻找。不是逃离那个让你痛苦的地方，而是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找到那个属于你自己的可以安心栖息的山。塔拉最终没有回到巴克峰，可她永远都是巴克峰的女儿。那些在山里的日子，那些痛苦的、快乐的、恐惧的、温暖的记忆，最终都成了她生命里的一部分，成了她脚下的路。就像她自己说的，你可以选择回头，也可以选择往前走，但决定你是谁的，永远只有你自己。你生命里也有一座非去不可的山吗？也有一条哪怕孤身一人也要走下去的路吗？评论区，我在听你的故事。塔拉的文字中有一种粗粝的美感，有日记的双重记录，有那些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呈现的心理细节。推荐大家去阅读这本书，感受它真正魅力。我们下期故事再见。